乐高人说乐高是乐高新式神之，欢迎回到不亦乐乎会客室。嗨，大家好，我是滴滴，我是 TY。各位玩家，你注意了，会客室今天背上特制服装，化身食人花怪，准备要来摇。马里奥热度持续加温，这次乐高将脑筋动到了超经典敌人吞食花上头哦。虽然看起来非常的熟悉，但是想一想，对这朵花好像又充满许多好奇跟疑惑在游戏中神出鬼没的敌人，这一次居然以黑盒形态重磅登场哦。那么影片开始之前，会客室订阅起来，铃铛也别忘记点下去。本期盒组开箱要特别感谢会客室好朋友专心球与我们共同合作，专拼呈现马里奥初始的敌人之一，潜藏在普通水管内的嗜血危机，堪称乐高最猎奇的植栽盒组吞食花摇摆来袭。长方形盒组虽然不大，但却是大人玩家们爱不释手的黑盒形态。2020年，乐高正式与任天堂合作，将全球最知名的水管工马里奥请到了乐高世界，结合了许多新技术与玩法，形成另一种闯关桌游。当时会客室就有跟上热潮，开上了71361马里奥反派抽抽乐第一代，替大家介绍了许多超经典的小怪。反派抽抽乐一路推陈出新，角色主机囊括了马里奥、路易吉跟碧姬3位主角。而除了闯关桌游的合组形式，马里奥系列跃升来到了黑盒典藏产品线之中哦。像是勾起许多人回忆的71374任天堂主机，还有碾压大家破关梦想的酷霸大魔王，也变成了7141巨无霸专拼形态哦。而在游戏中为大家带来扭转希望的方块砖，也成为了藏有满满游戏彩蛋的71395黑盒款式，延续游戏中的有趣象征。这次加入马里奥黑盒系列的，正是游戏初期就会碰到的水管吞食花哦。记得吞食花在桌游盒组已经是场景常客了，但是以黑盒来呈现，莫名有种典雅猎奇又闹闹的可爱感。其实有玩家就笑称这一款应该也是能归类在乐高精心发展的植栽系列之中。71426吞食花是设计师卡尔梅里安的作品，除了是酷霸大魔王问号砖的设计师，他在前阵子也完成全新的音速小的系列，广告中还扮成了弹头博士，超级逗趣的。记得他也设计了10273游乐场鬼屋当时他扮成巴伦男爵，真的是很有爱很投入的设计师。盒组正面能够看到一枝独秀的吞食花本尊，右下角放上了从2011年改版至今的游戏标志，右上角延续71395盒组的细字体，表明此款纳入乐高马里奥的收藏系列之中。下缘资讯栏位底色用了马里奥标准红色，与今年任天堂配合新游戏共同推出的专属 Switch 机台同色转到背面则是吞食花有点呆萌的正面照，左下角这一张是用叶子捧腮在装可爱吗？以540片零件组成，高度仅23公分的吞食花摆在日常生活之中，散发一点点迷人的危险，又带有玩家专业的收藏气息。而且说明书采用大量留白，让这次盒组主角独领风骚。书页内也有设计师双人组的俏皮合照盒组内分装出6包零件，大量鲜绿色以及亮红色，让人看了心情很愉悦。那么现在又来到了滴滴的发问时间喽。这一株会藏在水管内突袭，算是玩家最初敌人的吞食花，是不是有属于自己的背景设定故事先翻开说明书内的时间轴，回到1985年，朝着超级马里奥兄弟卡带插草吹一吹之后，马里奥顺利闯进幽暗的1至2关卡。天真的玩家准备跳跃墙上水管时，一个血盆大口窜出来，让马里奥硬生生少掉一条命。他就是早期近乎无敌的吞食花哦。身为元老级陆族小怪之一的吞食花，原型是北美洲的维纳斯捕蝇草。游戏将植物合起捕食的本能直接延续成角色习性。英文的名称有食人鱼的含义，而日文是 paku， 代表咀嚼声。各种吞食花被酷霸军团种植在游戏世界的各处水管之中，主角靠近时会躲藏在水管里面，他无法用踩踏攻击，只能跳过或用火球来攻击哦。第一代吞食花在棕色花茎上长出绿色夹杂咖啡色斑点的咬合花苞，来到1986年第2代的时候，配色趋近于现在的颜色。1988年第3代除了基本啃咬，还学会了喷火技能，出现了巨大的品种。至此开始，吞食花在往后超过30款马里奥相关游戏中发展出了非常丰富的外观及种类，也都因为不同能力各自隐藏着对主角群的威胁。在2023年最新发售的超级马里奥兄弟惊奇之中，发现了生长在球盖母云朵上带有黑色花纹会吐出黑紫的西瓜吞食花。吃下惊奇花的库巴不仅跟花花王国的城堡合体，还召唤出巨大藤蔓吞食花冠。除此之外在关卡中玩家还能够听到全场合唱吞食花进行曲的超可爱场面哦。
马里奥角色派对系列中就有以吞食花为主角的小游戏。马里奥角色大乱斗里，你能够选择吞食花来进行强劲的攻击。马里奥网球王牌高手能够选择火焰吞食花来进行对打。在2017年超级马里奥奥德赛游戏中，马里奥可以丢出帽子来附身变成吞食花。除此之外，吞食花还变成婚礼捧花。后来在超级马里奥兄弟电影版有可爱的致敬。在马里奥赛车的竞速过程中，玩家能用吞食花盆栽道具来咬住前方的车手。地图更出现过吞食花植物赛道。在今年7月更新的追加内容里面，玩家可选择的驾驶角色还新增了吞食花老大哦。除了马里奥世界，吞食花生长的足迹在萨尔达传说中也能够看到，不过变得比较写实可怕了一点。宝可梦之中的喇叭牙与大嘴蛙的外观跟吞食花都还蛮类似的哦。另外还有一个合组相关的有趣彩蛋，在1996年超级马里奥64砰砰要塞关卡中，如果玩家发现睡觉的吞食花悄悄靠近的时候，音乐会慢慢转换成吞食花摇篮曲，而这段柔和的旋律也成为71426合组前导预告的背景音乐哦。这位已经有38年资历的经典反派转换各种版本与主角作对，让玩家又爱又恨，也在不同游戏中逐渐累积人气。现在吞食花更进一步推出以自己为主角的专属黑盒，这次我们不去打败它，而是要来享受组装，好好收藏这株乐高吞食花。哇，没想到一个小怪居然具有这么丰富的样态跟发展故事。现在吞食花又有了全新姿态哦，那就是乐高典藏的模样。先从底部经典的绿色水管开始搭建，透过从侧边堆叠的 SNOT 组法来形成圆润的水管外观，在中空管芯里面嵌入圆球零件，顺势伸展出粗壮的花茎，并且长出2片绿叶。透过卡榫将吞食花最致命的花苞主体接到了花茎的顶端，以科技零件组成能自由开合的嘴部机关，带有恐怖的尖牙，里面还有粉红色的舌头外部封上厚实的圆弧零件，上头更印有标志性的白色斑点花纹，能够透过关节微微的扭动哦。有点可爱又致命的典藏版乐高吞食花就这样完美的登场了。在古灵阁附上了金加龙印刷钱币之后，这一次盒组内附上2枚放大版的印刷马里奥金币，你可以将金币放入花茎附近的开口中，按下水管侧边的按钮，就可以打开底部的闸门取出金币咯。还原游戏中打败怪物掉落金币的时刻，设计师有效的利用水管空心的区域，将吞食花转换成存钱筒。想到会客室先前介绍过的古灵阁扩充金库，乐高真的是越来越提倡存钱的概念嘞，存好钱就可以买复仇者大楼咯。以上就是我们71426马里奥吞食花的合组故事开箱，从最初的关卡小怪发展成独立收藏的专品形态，借此才能了解原来这朵吞食花曾经发展出这么多彩多姿的模样乐高马里奥系列持续让玩家眼睛一亮，这朵吞食花也勾起大家共同经历过的游戏回忆。大家喜欢我们开箱的乐高吞食花吗？会不会有人改成行走的版本大家还想看到哪只小怪或是队友也变成黑盒主角呢？一起来留言跟会客室分享吧。如果想看到更多乐高相关的介绍与故事，按赞订阅小铃铛，记得帮我们用力的点下去。经典反派转换全新风貌，吞食花埋伏准备突袭主角群咯，拜。